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13号，比特币价格已经来到22,000美金上方。那昨天的视频是希望你如果真的没有比特币的朋友，21,700美金附近还是可以进场做追加的动作。我是没想到现在价格又上来啊。不过我跟大家讲，昨天并不是我们在拉升的，前面的这个位置是我们在拉，但是不是全部都是我们的资金，因为有些点位可以利用少量的资金去撬动多头的情绪。今天视频也要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市场要做庄怎么做庄。其实有时候做游资是更爽啊，做庄你要认识那一个项目方，因为你涨上去你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找其他的庄家或者是游资，你真的拉上去他有可能会给你灌压，所以有时候游资是相对比较适合。很多人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我天天在这边讲视频，有时候也是目的为了认识有没有大咖，到时候能组成一个圈，在这个市场讲哪个位置要涨可以呼风唤雨啊。那我今天也要来跟大家聊一下现在的位置还能不能追，或者是下一个压力点位在哪里，包括这个21300昨天是在20900可以修正到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要怎么来判断，以及比特币4个小时的量价形态有没有败下，或者是 MACD， 以及月线的比特币现在是不是在复制前一波比特币的周线形态啊。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永久返用 20%， 或者是 Bybit 新的邮箱注册不用验证啊，或者是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那么来看一下现在的盘面，它现在是已经过了这个 60MA， 昨天确实是没想到，并不是我们在拉的，拉升这一个比特币单根你可以看一下成交量是30几万枚，你自己去计算一下要多少资金，但是关键的位置你不一定要用这么大的资金哦。我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到这么一个观点，就是这个21800讲了几天，我估计是会很轻松的去挑战，有可能昨天也是聪明的短线的游资资金，它就是利用这个21800关键的点位，只要1个亿或2个亿的美金拉一下，它会有其他的资金在看这个形态，会进来帮它拉升哦。所以有时候游资就看你谁下手最强，拉上去我们可以看一下15分钟的形态，比如说上一波，那我们不然就看昨天的这一波吧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根哦，这一根 K 线是成交了4000多枚的比特币，你大致去计算一下，乘以2万美金，就是单根差不多就成交1亿到2亿就够了。所以都是在看点位，谁下手为强，谁在这个位置游资先下手，1个亿的资金拉一下，会有其他的资金帮你拉升。上一次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讲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一个平台你主力不应该再回进去，就是空方的主力你不应该再回进去。你如果是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单根突破的时候，就是资金在这边拉的5000多枚，不用花那么大的资金啊，只要1个亿到2个亿的美金拉上去，会有其他的资金帮我们来拉抬。所以有些人可能不信，那一些在讲什么上去你要等回撤啊，根本就不会给回撤，因为前面的陷阱已经是非常明显，既然是陷阱，多方的资金不会让它回撤的。所以这一波比特币也是涨得非常的强。那些在讲什么要回撤到哪一个位置，那些都是分析师，不是操盘手。操盘手你要有这种蓝线拉上去会有其他的资金帮你拉抬啊。但是这个市场做庄的原理就不一样，这种是游资的操盘手法。你如果是要做庄，找某一个币种做庄，我跟大家讲，你一定要认识项目方，因为你不知道你拉到了某个位置，项目方会不会偷偷的派发筹码，所以这是很多大资金并不喜欢进场去做庄的一个原理。包括股市也是一样，现在都是游资只要抄板块就行。那有大资金你也要有技术，相信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有资金的话是进来买经验，那有经验的话他是进来赚钱的，甚至有资金可能会赚得更多。这些话都扯远了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，就目前的位置，它下一次的压力是在哪个位置啊？前一波是一直在跟大家讲好几个压力，我看的并不准，包括这个压力，还有这个21800我也看的并不准。我的一个压力是在就这一根 K 线，是美国 CPI 公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量价形态啊，这边不是有一个成交密集区，横过去就是在这一根 K 线的开盘价附近，已经讲了几天，这一波的压力位是在3万，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也不要追，当然现在也不能追哦，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
4个小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吧，它这个 MACD 现在已经开始有背离哦，来到高位的时候，这个柱已经放不出来，所以昨天如果21700你没有再追，现在要说再追是不适宜再追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250 MA 目前还是下牵引了，下牵引现在过了是好事，那你如果是再上去是不能追啊，因为追的话有没有可能像前一波的走势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前一波大家还记得吧？这个位置不是过的时候嘛？这几天一直在讲啊，这种奔走型整理，它奔走出去会有压回，这种就是奔走型整理。那它过了这个250 MA， 是不是又压回来，压到这个位置？所以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如果它在这个位置再过高是不能追，你要看一下还有没有压回，下一次的买点有可能是在这个250 MA。当然我刚刚给的一个买点是在21300、400左右啊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昨天的那个低点。前一波是这根在破的时候一直跟大家猜这边是陷阱啊，包括下去也是没想到，因为有其他的庄家，不是只有一路庄家，很多主力资金在里面，所以有时候陷阱你根本就猜不准到底。我是希望朋友们在看我的视频都在赚钱，很多人我知道是有很多空方，是我也是一直在10多头，你可能没有看过我 69K 在高位的时候是怎么给大家掏顶的。那我今天要来聊一下，就是这个买点，你尽量去观察一下，昨天这个低点跌的时候，它是来到哪个位置？就是这一根 K 线不是开盘崩的时候，这个下影线，所以有重合啊，这个位置有重合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那我们买点设深一点，21400，止损你就213，就这样子嘛。大致如果是这边真的还要整理，整理是最好啊，因为如果再拉上去，上面有压力。而且4个小时也是有背离，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量价形态。朋友是在讲，昨天是有一个4个小时的空方大量啊，就这一根啊，是没错，这边是有一个量，所以短期也是不要再追了，因为昨天给大家讲了追价的观点。那现在如果真的有再上去，你要去追它干嘛？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倒是还好啊，不是1个小时哦，1个小时的量价形态是相对还好一点，它这根是多方的量，后面是跌的时候量也是挺大的，不过没有这边大。那后面再上去的时候也是有大量，现在是有一个也是空方量，我们尽量看这个位置还会不会继续整理吧。那我们近期再观察一下，这一波的风格啊，你就尽量以比特币为主，其他的币种其实。包括昨天聊到那个以太坊，刚刚早上是有略微破了一下1680，那你这个位置如果要做的话，你止损也是要设好，因为现在的整个风格都是在比特币，包括昨天跟几个老板出去玩的时候，后面是跑去游泳嘛，他们也是在讲，现在的比特币一个才2万美金，全球的那些房地产，包括香港的一些地产，动不动都是上千万或者是上亿一套的，难道比特币就那么不值钱吗？将来没有可能涨到几十万或者是上百万一枚的比特币，没有这种可能嘛？全球才2000多万枚啊！尽量稀缺的东西，你如果长线有做对，或者是短线有做对，给我报成大长线。包括现实中一些稀缺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玩期南了，也是非常的稀缺哦。你如果有玩的话，也可以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。当然，我今天要再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月线啊，月线比特币。也可以观察一下，你可以看一下嘛。上一次不是有跟大家讲，如果这是一个 ABC， 这边是一个就是多方的抵抗，按正常你下跌的话，就类似这种大跌、大跌、大跌，收盘价中心要下移啊，它只要一直维持在这个上方，就类似前一波这一根下来的时候，不是跟大家讲，这边一定是遇到抵抗，抵抗你后面几周要去留意，只要它连续都是在这一个收盘价上方，有可能这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底部，就类似这个位置，只要价格一直在这个上方，有可能这个下方就是有一些筹码被人给接走，被谁给接走。那另外今天晚上也要再来聊一下，就是美国的 CPI 8.8，一定要去关注啊，它预测值是在 8.1， 你尽量去观察会不会再往下回撤啊，就这个美国的 CPI 对比特币来讲它就是一个好事啊。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，
以太坊还是一样啊，这几天是讲不要追，但是现在整个风格全部都是在比特币。我的观点就是维持昨天的，要追昨天就应该追比特币，以太坊是不能追，你要防一手，它会不会有 baby？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